哎，你好，今天没有安排百家宴嘞。晨曦出现，各种预约电话接踵而至，吴爱仙开始忙碌起来。3个团，哎，有80人啊，差不多。80人是百家宴的设宴起点，清点了报名人数，吴爱仙马上在她组建的厨娘群里发出邀请。从2017年开始，每年暑期旅游旺季，都是吴爱仙和厨娘一年中最繁忙的时光。我是负责接单，负责安排他们炒菜，冻加3宝就是由我自己来负责。冻不离酸，在西南地区长期缺少食盐的历史里，侗族人发现了以酸代盐的生存之道。而侗族酸食排行榜中，酸鱼被定为酸中之首。除了传统的生吃，用炭火烤制，味醇留香，皮脆骨软，令人回味无穷。煎炸只需要用少量茶油将酸鱼表面煎至焦香即可上桌，入口香而不腻。大喜庆的日子，出嫁、结婚的这种，都会有几十年的那种酸鱼酸肉。三江地处南方，漫长的夏季多雨又潮湿，酸也是保存食物的独特法门。陈年的酸肉、酸鱼，成了吸引游客的美食招牌。吴爱仙是盐寨百家宴的发起人。年轻的时候，他曾外出务工，做过小买卖。孩子的出生，亲情的牵绊，让仙姐停下漂泊的脚步，回归乡土。2007年，见过世面的仙姐，在络绎不绝的游客身上嗅到了商机，办起了农家乐。从小就练就的侗家厨艺，居然打通了游客的胃，留住了食客的心。这是我们侗家的土猪肉，拿来辣的啊。开始就是有一家，他专门接待老外的。那时候很多老外他会吃，他的不要少，就是直接这样吃，生吃。柳州三江地处湘桂黔3省交界，侗族文化底蕴深厚，民族生态保留完整。特别是高铁开通后，当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，前来体验侗家文化的游客纷至沓来。仙姐更是看准了机遇，租下了鼓楼广场，带着寨里的留守妈妈办起了百家宴。5年时间，厨娘团从0星几人发展到67人。没有参与百家宴之前，就是个个就是吃饱饭没事做，就在那里闲聊，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。7月份我们就做了24场，一个人的收入是3000多块。侗族人腌酸鱼一般选用自家养殖的稻田草鱼或鲤鱼，腌鱼被开刀一分为2，還要鹽多，還要鹽香。用盐和米酒腌制后，自然风干。当鱼肉质变硬，便可准备下一道工序。在吴爱仙眼里，女人结了婚就要当家，小媳妇开枝散叶，贤惠巧手，逐渐接手年复一年的腌酸重担。而制作腌鱼糟，是媳妇们深谙的酸鱼发酵秘密。将腌鱼糟填充鱼腹，入坛封存。糯米能促成发酵，水解转化为乳酸，最快的食用时间在6个月后。下午4点，盐寨里的炊烟升起，
这是百家宴的集结号。厨娘们奋战在各自的炉灶前。今天的百家宴要招待380人，无论客人多寡，有着上千场百家宴经验的厨娘们都泰然自若。拦路对歌，邀请贵客入席。鼓楼下的头牌油茶档成为待客的前哨站。老树茶经历3轮蒸煮，去除苦涩后的茶汤，加上霉豆、米花、花生、葱花，原汁原味，咸甜随意。盐味什么都不放，你都放你自己放就可以了。这2个有个4个。上面这里你来找我，我这里忙找不到你啊。离开席只剩20分钟，吴爱仙的电话比热线还难打通。我们都在这里等你们啦。有时候累，但是也值得。就是在自己的家门口能够吃上旅游饭啊，大家都能赚到钱，我也觉得开心，我也不怕累。品尝侗族油茶是餐前小食，鼓楼屏上的长桌才是盛宴的舞台。百家宴准时开席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侗乡。百家宴是我们侗族待客的最高宴席礼节，各家各户从自己家中挑来美酒佳肴。说了，这是我们侗族说干杯，干了，请大家一起说了。最生态、最乡土的糯米饭、甜米酒、糯米糕。还有少不了的酸肉酸鱼，食客们手起快落，随意走动，尝百家味，品百家菜。侗寨厨娘以自家菜肴宴请4方客，这种近乎群策群力、共享共治的烹饪模式，让吴爱仙他们非常在乎食客的反馈。这是我们的侗，我们户籍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一道菜。走一走，屁股抬一抬，升官又发财。发财！我觉得都好吃，就是来这儿最重要的是他们寨子人都很热情。长桌宴上你来我往，觥筹交错，人们跨山越海，告别自己熟悉的生活，一头扎进全新的味觉世界。百米长桌，酸辣热闹，这些从村寨各家各户灶台端出的乡野美食，动人之处无非心意2字。陈年老鱼，就有一点点印象。我特别新奇，就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，这么多的菜，太多好吃的啦。客人们酒足饭饱，在准备余庆节目的空档，厨娘们匆匆解决晚餐。不然等下表演了，到10点钟才回去的，太晚了。在家里面又可以采点茶叶啊，又可以带小孩，然后又做点百家宴啊，这样子。因為即係今日百家宴咁。吃百家饭，连百家心，驱百种邪，成百样事。侗家传统流传至今，百家宴领头人吴爱仙，如同纽带凝聚汇集，在人情往来之间，在歌舞升平之时，让古寨的村头热闹非凡。